他一朝得势，成了高高在上的五皇子。西堂，我身不由己，他才是能助我登顶王位的正妃。而我2年的相濡以沫，竟成了他权路上的耻辱。断簪为盟，自此归时末路。抛弃我的炊饼西施，改日相见，我让你高攀不起。这是我守了3年的小园，是我以为能安稳度日的地方。直到这一天，一辆不属于这里的马车碾碎了我所有的平静。那是谁的马车？怎么会停在我家门口？那个会在清晨帮我劈柴，会在雨夜为我撑伞，会笑着吃我做的糙煮饭的谢九霄不见了。站在那里的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人。西堂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已经得知，我是当朝五皇子，如今冤屈已洗，圣上下旨接我回京。这是玉儿，我的未婚妻。西堂，你要明白，只有上了宗室玉蝶的才是皇子妃。我们在蜀中的这桩婚事，名分上是不作数的。我们不是夫妻。不算。小儿等了我2年，受尽委屈，她心善，愿给你贵妾的身份，这已是十分委屈她了。你收拾收拾，过几天随我回京。我不想去京城。你不要闹了，离了我，你一个商户女还能去哪里？阿爹已经给我寄了官银，我可以出关护市，除了京城，我多的是去处。行。别收拾了，这些炊饼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以后回了京，你也不必再吃这些了。穆姑娘，您的信从大梁都城辗转过来的，路上走了快3个月，可算送到了。多谢。是阿鳖，是阿鳖的字，他竟然真的打通了大梁和西域的商道。他在信里说要我一起去西域行商，那枚轻飘飘的官印，此刻却重逾千斤。它不是一张普通的文书，是我挣脱命运枷锁的钥匙，是我逃离这座困住我的小镇，告别过往所有不堪的船票。西堂姑娘，当心流民抢货。人心的冷漠，有时比深山的寒风更刺骨。但我终究不是那些麻木的灵奴，我见过太多生死，却从未丢掉心底那一点柔软。小姐，救我！我最终还是救了他。我背着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，走了30里山路，才找到山脚下这处废弃的民房。小生本是京城人，一介书生，家门不幸牵连反噬案，全族抄家，才沦落至此。请小姐救我，小生定衔环以报。姑娘怎么想着租这个院子啊？他身上伤着了，我想在蜀中停下来，住了这间院子，悉心照料。西堂，这书生看着冷峻清高，不像是能踏实过日子的，未必会对你感恩。谢谢大娘关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谢九霄伤愈后留了下来，这个送给你。小姐对我这么好，我不知如何回报。那不如你娶我吧。一句无心玩笑，他却当了真。好。我只是随口说说的。蜀中的冬天总是湿冷入骨，可那年春节前的集市，却因一个人的执念，暖成了我往后余生里最不敢轻易触碰的光。这是我画的样式，去银匠铺子打的。我身无长物，没有拿得出手的聘礼，唯有以簪相赠，为君独挽3000丧丝。我捡到了你，就感觉自己捡到宝了。阿爹，我找到了如意郎君，以后便不跟着商队行商了。九霄，听说了吗？镇上来了个千金小姐，听说是京城国公府的嫡小姐，大老远跑来咱们这儿南下养病呢。听说那位小姐长得可美了，就是身子弱，一路车马劳顿，到现在还没出过门呢。食不言，寝不语。你对我
总是这样惜字如金。蜀中春日的黄昏总是美得像一幅晕染的水墨画，残阳把天地都染成温柔的橘红色。我从未想过，这样美好的景色会成为我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噩梦。也许是我误会了呢。如果不是误会，谢九霄纵然才情卓绝，可他到底只是个流民身份。那位小姐是名门贵女，哪怕两人有些旖旎暧昧，也断断走不到一块儿去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自那日后，桑小姐深闺简出，我再没见过谢九霄与她相会。我以为解开误会的证明是迟来的生辰惊喜，这是给我的吗？他竟然记得我的生辰，原来他心里终究是有我的。九霄，我回来了。给你，你平日做炊饼，手上容易油腻，这个正好用得上。我囊中羞涩，也没别的好东西了。却不知这流光溢彩的步摇，从来就不是为我准备的，它只是一个不小心遗落的证据，即将揭开最残忍的真相。穆姑娘，我真羡慕你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枕下的惊喜不过是他遗落的信物，原来我彻夜的欢喜只是一场天大的笑话。九霄，你怎么喝这么多？那是身份揭晓前的最后一夜，我还在为他缝补过冬的寒衣，以为只要守着这份平淡，就能等到春暖花开。不知道的是，一场足以将我彻底碾碎的风暴已经悄然而至。穆希堂，是你恬不知耻挟恩要报，非要我娶了你！若不是你，当初我就宁愿死在那个烂沟里，也不想做今天这副负心薄幸的伪君子模样。是我负了他，是我伤了他，他就不该等我的。原来三姑娘是他等了2年的未婚妻，郎有情妾有意，却是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妻子生生拆散了他们。我的心底也有些什么东西跟着碎了，是那年节事上他冻得通红的双手，是小院里他为我簪发的温柔，是我曾赌上一切以为会走到白头的所有期盼。就在这个月色如水的夜晚，我彻底明白，我倾尽所有去温暖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过我的位置。他所有的温柔，所有的深情，所有的疯狂，都只属于那个叫桑武的姑娘，而我不过是他人生最低谷时一个恰好出现的过客。昨夜的山风吹走了最后一丝温情，也吹灭了我心里最后一点火苗。天光大亮时，一切仿佛都恢复了原样，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有些东西永远地留在了那个月色苍白的夜晚。我什么也没提，但我们都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原来那些偷偷摸摸的相近，那些欲言又止的躲闪，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。恭迎五皇子回京！恭迎五皇子回京！昨日里，他们只能偷偷摸摸私会，唯恐坏了桑浅的名声。今日，他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，示于人前。他们站在一起，锦衣华服，宛如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只因桑豪与谢九香婚约尚在，他是未来的五皇子妃，而我只是个乡下无媒无聘的野妻。我给你几天时间收拾，到时一起回京。这几日，汉儿就不回他的国公府别院了，留在这里等我。是，就在这里搭2个营帐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桑小姐的。这里再也不是他的家了。谢九霄没再进过我房，这样挺好的。他没再进来，便不会知道我写信给阿爹。5天后我会出城，只需半月，便能到西关与阿爹会合。当他成为五皇子的那一刻起，我的一切就都已经变成了他的累赘。穆希堂，不是跟你说了别再做炊饼了吗？你知道这味道有多油腻吗？希儿身子弱，闻了反胃，你存心的是不是？同样是肉馅炊饼，以前是珍馐美味，现在是油腻恶心。这是我吃过最好的珍馐，姑娘好手艺，真生财有道，还持家有方。原来所有的偏爱，都只是落魄时的将就，又只是欲不将就。你曾亲口对我说，这辈子也不会腻。快把炉子熄了！我不熄，我还要再卖几天炊饼。
我要多攒路费，北疆很远的，没钱怎么行？快把炉子熄了。这是我家，他若是觉得受不了，不住进来，不就闻不到了吗？五哥哥，你不要为难木姑娘了，是我不好。来蜀中虽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我自幼身子弱，想必是有些水土不服。我还是回别院等你吧。站住！他没资格赶你走。这点小事，我还护不了你吗？他是温柔良善的大家闺秀，而我倒成了那个咄咄逼人、驱赶主母的恶人。算了，只是几天而已，少赚点银子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把这房子卖了，以后再也不回蜀中了。你去哪里？去给阿爹送信，不行吗？他大概以为我是急着写信告诉阿爹，我要去做皇子贵妾，去京城享荣华富贵了。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，这封信里写的是我要卖掉房子，离开蜀中的决定。我起早贪黑、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，在他们眼里只配用来喂鸡鸭。从炊饼到药膳，从我到桑琪，不过短短几日，却已是天翻地覆。我的家，他的灶台，曾经视若珍宝的一切，都已经彻底换了主人。我开始收拾行李，没有对京城的向往，没有对富贵的期待，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逃离。我要带走的，从来都不是皇子府能给的绫罗绸缎，而是我赖以生存的底气和那些无人记得的过往。以后皇子府里什么都有，不用带这些寒酸东西。这也不要吗？扔了吧。你不记得了？是啊，他怎么会记得呢？他现在是高高在上的五皇子，身边簇拥着无数人，有穿不完的绫罗绸缎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他早就忘了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，忘了那个为了救他连命都可以不要的姑娘。原来所有的付出，在他眼里都一文不值，所有的用心，在不爱你的人眼里都只是多余的累赘。这是我熬了3个通宵为他绣的平安珠，我的心意终究是错付了。五哥哥，你看，这是江南进贡的绸缎，你帮我瞧瞧哪个颜色衬我。这料子轻薄柔软，在外面可是极难见到的。五哥哥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木姑娘有所不知，皇子服制都有定式，这些乡野衣物若是穿出去，怕是会丢了五哥哥的脸面。这些粗笨衣物若是穿出去，恐会贻笑大方，白白落了五哥哥的面子。西堂，你是乡下人，不知道宫中的规矩，以后这些事儿就让玉儿费心教你。我知道了，五哥哥既然把这事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教木姑娘的。那就辛苦你了，玉儿。既然他不要了也罢，这些旧物正好可以去镇上的当铺换些盘缠，毕竟北上的路费可不便宜。从此他是高高在上的五皇子，我是市井里讨生活的普通女子，我们之间银货两系，再无瓜葛。那些被他弃如敝履的旧物，如今我提着他们站在营帐外，不是为了挽留，他是为了做最后一次银货两定的清算。麻烦小哥通传一声，五皇子还要这些旧东西吗？五皇子说了，这些东西都不要了，随便姑娘处置。他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。我要把这些不值钱的过去换成奔向未来的路费。我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活下去，没有绫罗绸缎，没有金银首饰，只有能在风雪里御寒，在荒野里果腹的必需品。瞧瞧，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不多，这突然大富大贵了，谁能管得住手脚不买东西？可怜我们小姐，以后竟要和这样的人姐妹相称，真是晦气。现在我就差一匹好马了。唐丫头，你真愿意把这做炊饼的方子卖给我？大娘，这方子跟了我好几年了，上面写着和面的诀窍，还有各种馅料的配比，您收好。以后这门手艺就拜托您了。好孩子，这钱你拿着，以后若是在外面过得不顺心，随时回来，大娘这儿的炊饼管够。多谢大娘，我要走了，去很远的地方。炊饼摊是我在蜀中的根，如今我亲手将它拔起，
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无卖炊饼的木樨桃，旧物当今，盘站凑齐。如今只差一匹能驮着我和阿巴翻山越岭、远走他乡的马，彻底离开这个让人心碎的地方。老伯，这匹马怎么卖？姑娘好眼力，这马耐力最足。不过你手里这2两银子恐怕不够，银子不够的话，不如看看另外一匹。喏，那边的就不错，漂亮的很。五哥哥，这匹马漂亮，你看行吗？只要你喜欢的，都可以。木姑娘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卖驴，这驴子脚力不好，走不远。你的簪子呢？哦，刚才你的侍卫不是来问过话了吗？我想着左右都是些廉价玩意儿，穿戴出去有失你的身份，索性就不戴了。廉价？那可是我用在边关当斥候时攒下的第一笔军饷，我画了3天3夜的图样，跑遍了整个镇子的银匠铺才打出来的。五哥哥，这马儿好像不喜欢亲近人，我好怕。咱们别在这儿了，换一家看看吧。老伯，这些银子加上我这头驴，购买这匹不起眼的马吗？够了，姑娘带他走吧。他们买马是为了溜溜达达回京享福，而我买马是要去西关闯荡天涯的。姑娘，这我就看不懂了。你前儿个刚卖了一匹旧的，转头又买了一匹新的，可我瞧着这些新货跟以前的也没啥区别啊，样式老旧，料子也寒酸。五皇子那样尊贵的人，大概也是看不上的。寒酸没关系，这些都是行商路上保命好用的东西。再过1日，我就可以走了。穆姑娘，桑小姐特意派了乳娘桂嬷嬷过来，说是要教教你上京的规矩，免得到了京城冲撞了贵人。穆姑娘，这身板若是进了宫，怕是连书家连头都抬不起来。顶着，绕着这院子走10圈，水洒一滴，便从头来过。老奴看出来了，姑娘这是诚心不想学啊。老奴可是伺候过容妃娘娘的人，这些规矩要是换了娘娘亲自来教，就没老奴这么好说话了。老奴这辈子只教过深闺千金，还从没教过你这种不知礼数的乡野村姑。你记清楚了，你现在是五皇子的妾室，即便心里有什么不满，你也得给老奴生生忍着。忍着，我忍了谢九霄2年的冷淡，忍了他如今相妻为妾的折辱。既然我明明有别的路可以选，我凭什么还要忍？我还没进府，还算不得他的妾。这些规矩，迟些再学也无妨。更何况，到那时我还在不在，也不好说的。
不到半天，这院里的人都知道我桀骜不驯，顶撞了国公府的老人。木西堂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不要给我添乱。这几天他说什么我便做什么，从未忤逆过。他还有什么不满意？木姑娘，桂毛毛是我乳娘，在国公府伺候很多年了，我的一身礼仪也是她教的。我只是想你在娘娘面前能留个好印象，并不是要故意刁难你。来人，先把桑小姐送回去。好了，你先出去。你那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话？什么叫到时你不在？你不跟着我回京，你还能去哪儿？木西堂，我们可是拜过。那是气话。木西堂，你出身贱籍，按规矩本是连进府当通房的资格都没有的。我能保住你贵妾的身份，是在母亲那里，在国公府那里费尽心思说了多少好话，我背后护了你多少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我护了他2年，换来的却是这种施舍。他从未问过我愿不愿意当这贵妾。你听话，等回京我跟玉儿成婚后，自然会迎你进府。不要再生事，不然到时你连贵妾的身份都没有，只能当个通房。知道了。掌柜的，这房子你看能卖多少钱？哟，这不是穆娘子吗？您这房子，五皇子殿下若是回京，您这可就是乾隆福地呀！咱们好好聊聊。不论价格，只要现钱，立刻卖，后天你便能取房了。好说好说，穆娘子这是要回京享清福了，老朽先在这儿给您道喜了。这是我头一回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。他的温情和宠溺是不会给我的。九霄，今日站河边的石榴花开了，咱们一起去赏花采风吧。不去，吵闹，我不喜欢。以前我几次提议去赏花，你总是淡淡的一句不喜欢。我以前天真的以为你真是不喜花草，可现在看来，你哪里是不喜欢花，分明是不喜欢陪我赏花的人罢了。姑娘，您带这么多无用的破烂玩意儿做什么呀？这大热天的，奴婢还得陪您遭这份罪。7月里这日头毒得跟乌金似的，我真是一点都不想陪您在太阳底下晒着。行了，你回桑小姐那边伺候吧，我这儿不需要人，我不习惯别人伺候。
木西堂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只是妾室，不能跟我和玉儿同乘一辆马车。你不要在这儿闹，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。我知道，我跟马夫一起坐在外面赶车就好。我是商女，这种苦早就习惯了。你待会儿往北去京城做你的皇子，我却要向西走西关做我的生意。我们原本就不同路。随你的便。夫人，哦不，姑娘，咱们该动身了。走吧，走慢点，不用急。是，五爷让你们快点儿，别磨蹭丢了。放心吧，去京城的官道统共就这一条，丢不了的。五哥哥，咱们走快些吧，紧着点赶路，说不定回京时还能赶上赏纳满城的卖花呢。这。姑娘，坐稳了，咱们得紧着追了。辛苦了，接下来的路我自己会走。东家，这日头都快到定当午了，小姐怎么还没到？来了。闺女，走吧，咱们不看来时路，但问前程。乔姐妹，如今两国和好，开了互市，这关外到处都是宝贝，这可是咱们穆家发大财的机会啊！想那人了？不想。我很庆幸没有跟谢九霄回京，那里只有四方院墙，每天都要惴惴不安，去揣摩他爱不爱我。而如今这里天大地大，四海苍茫，我那点小小的患得患失，早就被扔进了不知名的角落里。女儿在想，如果我们这趟赚了大钱，爹爹是不是能给我找个后娘了？你这丫头，竟敢打趣你老子了！后娘就算了，给你买个贴心的丈夫，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啊！九霄，总算到了。进去歇歇吧，我让店家备了热水。西堂，到客栈了，赶了一天路，今晚先在这里将就一夜吧。
这虽也笨重，却根本不是我雇给木西堂的那辆。都叫他别带那么多破烂东西，非要带。只不过明明说好了，到了京城什么好的都给他买，非要带着那些累赘，这下可好，竟连人都能跟兜了。五皇子，老奴知道您紧张穆姑娘，可她毕竟只是妾室，您贵为皇子，屈尊在门口等她，实在是有失体统。这若是传回京城，怕是会被有心人做了文章。恕老奴多嘴，您现在根基不稳，万事该以大局为重。五哥哥，天色这么晚了，要不先派几个侍卫沿路去找找？不必了，他只是妾室，不能让他太拿了瞧去，不然以后他若是骑到你头上作威作福，那就是我的不对了。来人，去找，沿着官道、小路，给我一路找回平凉镇，快马加鞭，掘地3尺也要把人带回来。禀五皇子，穆姑娘走了。走了是什么意思？他又在玩什么把戏？这是穆姑娘留给马夫的。马夫说，若是有人找回去，便把信送出。傲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2意，故来相决绝。我名字不上玉蝶，既然算不得正经夫妻，那我就不跟去京城了。若我当年知道你有未婚妻，我是断断不会跟你有什么牵扯。从今以后，山高水远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关。心里怎么突然空落落的？我不信！五哥哥，你不能去，不能再耽误了。册封你为王的圣旨已经在京城等着了。还有，我们正式赐婚的旨意啊！五哥哥，他走了不是正好吗？穆姑娘这是在想办法成全我们啊！五哥哥！西堂，她是行商女，本就居无定属。她这一走，四海万疆，我该去哪里找她？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这一年，竟成了一别两茫茫。原来有些世子契阔，活着的时候也能叫人肝肠寸断。五哥哥，回去吧，雨太大了。我原以为当年娶她只是迫于救命之恩，不能不报。我甚至觉得屈辱，所以冷淡疏离，是我觉得她该承受的代价。我以为我给了她贵妾之位，对她这种商户女来说是天底下最大的好事。我以为她该对我感恩戴德。我一直在骗自己，我骗自己说我不爱慕西堂。可是他走了，我才明白，他把我的一颗心也彻底带走了。这3年，
我跟阿爹去过西域，去过楼兰，走过很多地方，边疆繁荣，阿爹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如今也是边关最大的商户。闺女，这回咱们接了皇上的大生意，要给京城宗室供皮货和珠宝，这事儿太重，我不放心让伙计去，你随我亲自押送一趟。好。西堂，我找了你好久。见过燕王爷。西堂，我没有娶桑玉做正妃，她现在只是侧妃，我的正妃之位这3年来一直空着，一直留给你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当年我侍卫，在众皇子中是最没权力的一个，容妃并非我亲生母亲，我若想在朝中站稳脚跟，不得不依靠三国公的势力。西堂，你信我，我心里一直只有你。以前是我看不清，是我负了你。我们无媒无婢，不上玉蝶，原本就算不得夫妻。这是王爷当年亲口说的。我一介贱民，出身微贱，最多也只有做个通房的份儿。这也是王爷当年亲口说的。这些话我在心里藏了很多年，每想一次就怨恨一次。但如今走远了，时间长了，那点恩怨也就散了。谢九霄，当年救你之后，我说让你娶我，其实只是句玩笑话。那时你只要明说你早有未婚妻，我断都不会抢你的。现在，我不过是把当初选错的路掉了个头而已。现在，我不过是把当初选错的路掉了个头而已。我不信，西堂，我不信你对我没感情了。如果你心里没我，你大可不必来京城。既然你肯回来，说明你心里一定还有我的位置。燕王爷想多了，生意人重利，京城繁华，利润丰厚，只要有银子赚，哪里做不得生意？若是为了公事，我自然可以与你在商言商，但你是朝廷命官，我只是一介草民，咱们还是不要过多私下见面的好，免得落人话宝。是啊，怎么是不错？齐刷而刷，瞬间陷入安静。听说是那个桑侧妃太小气狭隘，硬是容不下人家的妾。一个贱民商女，竟也敢妄想皇子妃之位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谁知道呢？说不得是那位燕王爷情深，又或者是薄幸。这批雪貂皮源自昆仑山脚，质地丰厚，色泽莹润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你方才提到了西域，快与我说说。我听说楼兰那边有响沙，你可亲眼见过？那沙子当真会自己发出声响，到底是怎样的光景？你一个娇滴滴的女子，怎敢跑去那么远的地方？除了楼兰，你还去过哪儿？去，给这位穆姑娘搬个绣豆墩，坐下慢慢说。民女谢贵妃娘娘厚爱，只是礼不可废。民女站着回话便是。其实那沙子本身并不会响，只是楼兰那片沙漠中有许多风蚀的怪石，每当狂风大作，风沙穿过怪石的缝隙，便会发出呜呜的鸣叫声。因风速快慢不同，那声音四季听来皆有差异，有时如万马奔腾，有时又如细雨呢喃。启禀各位娘娘，时辰不早了，宫门快要落锁，这位穆姑娘该出宫了。凭什么？
凭什么你随便说两句外面的混话，就能哄得母妃那样高兴？我进府3年，战战兢兢，做什么母妃都不满意。你凭什么一回来就抢我的风头？桑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个生意人，向来习惯了笑脸迎人。客人喜欢听什么，我便捡好听的说，生意场上的手段而已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你少在那装模作样，你明明已经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撩拨谢九香？都怪你！明明我才是他在京城指腹为婚的妻，当年你若不以救命之恩挟抱强迫他娶你，你又何至于成了我们之间的绊脚石、肉中刺？我更怨你远走他乡，却也挖走了他的心，让他从此对我辗转悱恻，让我守着侧妃之位受尽冷漠。3年前谢九霄如何冷落我，如今便如何冷落你。这世间因果，当真是一报还一报。我只是喜欢他而已，木西堂，我错了吗？桑侧妃，你怨错人了。你们的婚约3年来从未断过。当年他在蜀中对我隐而不说，是他骗了我，也同样骗了你。当年他在流亡落魄时利用我，得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后来回京，他又利用你背后的国公府，在京城站稳脚跟。小姐，燕王爷又来了，奴婢照您的吩咐回绝了，但他留下了这个。王爷说京郊的梅花开得正盛，邀小姐前去赏玩，他在那儿不见不散。转瞬恢复了往和骨粉。3年前，我也曾求他带我赏花，他只说那是无用之举。离京前得备足了货，这些东西带到关外，能翻倍卖出个好价钱。小姐，这是燕王爷刚派人送过来的，奴婢实在不敢得罪王爷，只能先收下来了。拿去退了吧。谢九霄这几日送来不少奇珍异宝，我通通让人退了回去，这只簪子也不例外。谢九霄打了你，我受不了谢九霄对你百般讨好，我便同他大吵一架。谢九霄一时激动动了手。穆姑娘，以前是我不好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如今我总算是尝到苦头了。我把王府正妃之位让给你，我做小，往后我再也不跟你争风吃醋了。求求你，你留下来好不好？是他让你来当说客的。桑侧妃，你的喜爱越是廉价，他就越是会肆意践踏。你原本是堂堂国公府嫡女，是京中多少儿郎梦寐以求想要娶回家的姑娘。无论如何，你最不该的就是来求我。听说他为了这道旨意，在御书房跪了1天1夜，甚至不惜以王位作为交换，只求能娶我这个贱籍商女为正妃。西堂，圣旨在此，只要在这上面填上你的名字，你就是我燕王府正经7百的正妃，是我唯一的妻。你不要走，留在我身边，好不好？谢九霄，如松，你怎么就是不明白？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。这世间广阔，我喜欢江南的西府海棠，喜欢西北的酸杏，也喜欢关外的马奶酒。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，这心里已经没有位置来装你了。但有些人心里装的满满当当全是你，可惜你负了一个又一个。出发。他应该明白了，
我是彻底不会回头了。这一别，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见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为宗族延绵子嗣，特降下恩旨，建议各位皇子纳妾生子，以固国本。钦此。臣遵旨。儿臣遵旨。这些就是王妃亲自为本王挑选的人。回爷的话，这2位姑娘不仅生得好，家世也干净，往后入了府，定能为王爷延绵子嗣，分担王府辛劳。既然王妃如此贤惠，那便留下吧。既然进了府，就得守府里的规矩。你曾是我的少年白月光，是为我付出过真心，使尽手段争风吃醋，眼里心里都只有我的人。可如今，你竟能如此周到地迎妾室进门。桑王，你难道一点都不吃醋吗？只要你点个头，只要你说一句不想我纳妾，我现在就进宫回绝了父皇。王爷那样会伤心。皇上子嗣众多，王爷若想脱颖而出，维护燕王府的权势地位，势必要讨好那位至高无上的上位者。在那些滔天的权势面前，曾经那点所谓的男女情爱，如今看来飘渺的就像云烟一样，风一吹就散了。他猛然间发现，这几年来他失去的东西，竟然是一件接着一件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桑王，连你也不爱我了吗？见过燕王妃。穆姑娘，多年不见，叙叙旧吧。这几年，我看着那些侧妃、庶妃进进出出，看着谢九霄在故梦里挣扎，突然觉得挺有意思。我曾经以为，只要我够柔弱、够深情，就能换来他的心。可后来我才发现，那是天底下最无用的东西。穆希堂，我得谢谢你，若不是你走的绝，我也找不到别的路。你找到了什么路？一条不再需要依附男人亲爱，也能站得极稳的路。男人多情，尤其是皇室之人。以前我总想着要他的心，现在想想真是痴傻。如今我只求坐稳这王妃之位，把权力握牢。毕竟只有抓在手心里的权柄，才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。谢九霄本质上不过是个多情公子，他在政事上平庸寡断，这些年也没见出什么像样的建树。如今他已经彻底被众多皇子掩盖了光芒。如今别人提起燕王，最先想到的只会是你这位聪明得体的燕王妃。穆姑娘，你我虽然走的路不同，但好在都走出来了。